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我还厉害。他真的是很标准的 psychopath， 就是为了快感而杀人的。欢迎来到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。要讲的是韩国连续杀人犯史上比较鲜少被提到，但是呢，他其实杀害了非常多人。他在2004年到2005年1年的犯罪期间，总共杀害了13个人，20人重伤。他杀害有锁定的目标，第一优先是年轻女性，第二优先是小女生，第三的顺位是小男生，第四的顺位是30到50岁的女性。专门呢就是挑一些比自己柔弱的人，因为他的身形上面属于比较瘦也比较矮小型的。为什么会很少被提到呢？就是因为他心理上面非常的变态，然后那个时候他正好跟刘永哲2个人有大概6个月的作案期间是重复的。他当初就一直在跟刘永哲较劲，说我要杀得比刘永哲还要多人，我要让更多人知道我比刘永哲还厉害，我才是真正很厉害很会杀人的那个。他这样子的态度跟这样子的心态，反而让那时候的媒体记者给他比较少的关注。因为觉得他就是要关注，不能让他得逞。难得有媒体这么有良心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，就是连续杀人犯郑南奎。2004年的1月，他在一个洞内小区的游乐区诱拐了2个12跟13岁的小女孩。家属是在报警之后的隔天中午，在后面的山区找到了遗体，其中一位甚至也受到性侵，这是他第一个犯案。那其实在这之前呢，他就已经前后一直在进出监狱，前科有包含强盗、性侵、强奸等等的，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才放出来，等于是时隔2年了之后，他再也不犯这些小奸小恶嘛，开始杀人这样子。接下来陆续的案件就不详细的赘述他的日期，但是大部分的方式呢，他都在凌晨、清晨1点，甚至于清晨3、4点的时候，比如说像是送牛奶的啦，或者是半夜夜归的女生回家的路上，或者是公园，在他们行经的地方呢，以刀猛刺胸腔或者是腹部，大量出血，很多的女性因此死亡。其中有一些比较害人的是我比较有记忆的案子，有一个太太呢，因为老公的身体状况不佳，早上清晨的时候她去送牛奶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她再去大型卖场里面当店员。可是她在半夜送牛奶送完了一家出来的时候，就遇到了这个郑南奎，对她一阵刺，都有送医，但很不幸的就往生了。再来有一个女生呢，她是跟男朋友约会过后，搭了末班车说了拜拜，男生搭地铁继续搭，女生就是独自走回家的时候呢，路上这个男生还就又打电话给女朋友，女生一接起来就说：“欧巴，我被刀刺了。”我爸就问他说：“你人在哪里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在什么什么公园。”男生马上就报警，事后也立即把这女生送到医院去，但是出血过多就死亡了。他在这个西南部到处去做这样子的案子，他都会挑没有 CCTV 的地方。事后他经过警察访问讲说，他有特别去找一些没有 CCTV 的地方，先去放钝器，或者是先去放刀，事先在那附近先把武器放好。他会搭公车或是地铁到附近了以后，走大概5公里左右的路到事发现场，再去拿预先藏好的这些武器。等到这个夜归的随机的任何一个女子，只要她觉得体型比她柔弱的，就会冲上去一阵打或是一阵刺。他的规划非常的详细。那因为他在首尔的西南部汉江以南西边这边呢，连续犯了非常多案件，所以警察这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，叫做西南部妇女连续袭击事件。这些女生呢，她们有的往生，但也有部分呢是有存活但重伤这样子。警察是找不到任何线索的，现场没有任何的凶器，也没有留加害者任何的 DNA 什么，那些都是没有的。那时候也没有在 DNA 办案啦。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，是要去抓他嘛。头就是我们知道的韩国第一位犯罪心理侧写师，叫做全日勇。他加入这个团队了以后呢，更确定这个就是一个连续杀人犯，因为呢被害者都是随机的。他的袭击模式呢，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去袭击这些夜归的女子。但是就在他加入了没多久之后呢，突然销声匿迹了。他后来变成都是在家里面用钝器把沉睡当中的被害者打死了以后，搜刮家里的东西，然后放火。如果你们有看过刘远哲的案子的话，刘远哲那时候不是针对有钱人家里面侵入了以后，然后杀害，也是以钝器去攻击对方，他也有企图放火。
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那时候警察就把他跟刘永哲2个人混在一起了。特别是呢，他半夜攻击了很多女生嘛，其中刘永哲又有认了一个案子，导致于他们两边的案子就是错综复杂，非常的凌乱。那时候警察毫无头绪，问刘永哲说：“这是不是你做？”刘永哲说：“不是他做的。”那时候抓到刘永哲的状况下，就是会逼问他嘛，钝器重击致死，怎么不是你做的？但刘永哲说不是他做的，这样子。在那时候，警察是非常灰心的状态，不停的有人被杀、夺取财物，他们却查不出来这人到底是谁。一直到这个全日勇表示说，他觉得家里面钝器敲击致死的人跟西南部连续妇女杀人案，他觉得是同一个人。他觉得只是他的犯罪手法升级了，从室外变成室内，本来是拿刀变成拿钝器，改变了他的 MO， 改变了他的犯罪手法。那他呢，当初就是随机，他就随便开门，看谁的门是开着的，他就进去看一下那个家里的结构。女生的话，他就把她杀了。有一个案子我印象很深，进去了以后呢，把2个小女孩给杀了。杀了以后把门关起来锁上，然后客厅、厨房放火。家里面的爷爷跟爸爸就先醒了，爷爷就大叫说失火了，爸爸就起来灭火，赶快去查看女儿的状况。那门锁死了，等到门一敲开，就发现女儿已经被杀害了，印象蛮深的。然后其他的状况，他如果发现对方是比较魁梧，或者是男性，对自己比较不利的话，他就不会杀害，他就只会行窃。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被逮捕呢？一样就是晚上要去开门，里面是居住一对父子档，收刮财物的过程里面钱实在是太少了，非常非常的美送。他就决定他要去杀人泄愤，破了一个先例，他开了这个儿子的门。20几岁的年轻男子钝器敲击儿子的头部以后，儿子马上惊醒，跟他产生扭打，吵醒了隔壁的父亲，2个人一起把他制服抓走这样子。可是他那时候被警察抓走的时候，就在那边讲说，我明明就可以杀到1000人的，我现在觉得好冤枉啊，杀不到1000人。而且他是一路上一直喃喃自语，喃喃自语。以连续杀人犯来说，非常的暴走，他有连续出动的状况，中间会休息，今天晚上杀一个人，明天晚上杀一个人，然后就杀，就突然消失1-2个月，可能又出来这样子。他是 psychopath， 对。那因为当初呢被抓到的时候，警察正好手上有很多案子的状况嘛，特别去他居住的地方去搜查所有的证据，看他会不会跟其他案件有所关联。没想到一进去以后不得了啊，满满的所有他做过的案子的新闻的相关报道，西南部连续杀人犯的那个小组担当的警察，包含全日勇所有的资料，他都整理的好好的收在家里。警察就根据这个线索就去问他，他丝毫也没有要躲避，侃侃而谈。那些案子啊，就是怎样。还有啊，那个案子啊，明明是我做的，为什么刘永哲要说是他做的啊？这样蛮不爽的。并且为了杀人，他其实真的是做足了准备，从家里面有翻出来非常多美剧 CSI 犯罪现场的这些剧集之外，还有非常多相关犯罪的书籍，以及他为了要让自己逃跑的时候体力足，他每2天都会去跑1次10公里。我们有这个毅力，我们就是个瘦子了，因为他非常的瘦。以及呢，他为了要避免被抓到，他是把他所有的鞋子的鞋底拆掉。比如说球鞋，他就把下面的那个地方切掉，这样子。之前呢，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有一对情侣档，然后那个女生送到医院以后才往生嘛。那女生在医院的时候，最后她有跟医生陈述说，是一个声音听起来好像40几岁不认识的人，所以他是随机的杀人嘛。所以就有问他，你是怎么挑选这些被害人的？他就还跟全日勇说，你不是犯罪侧写师吗？你知道你跟我说啊，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拽啊！他就真的很心理变态，心理变态。而且根据所有的被害者他们的陈述呢，他不是在暗处杀人哦。走夜路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走到亮的地方会觉得比较安全？大家都会往比较明亮的地方这样子一路顺着回去嘛。可是他是躲在暗处，等到女生走到明亮之处的时候才冲出来，并且他会把被害者转到正面了以后开始狂刺他，因为他要看被害者害怕、惊恐、痛苦呻吟的表情。他真的是很标准的 psychopath， 所以他叫做快乐杀人魔，就是为了快感而杀人的。最后问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，他就说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因为他想要杀人。说血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，被害者痛苦的呻吟声以及他们最后呼吸的那声音，让他感觉到很有快感，可以让他一整天的烦恼都消失。是不是很变态的一个人？变态的。所以犯罪心理学家就有说，他跟刘永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刘永哲他那时候就只是在讲说他是要改变社会，他要把这些妓女都杀光，有没有很冠冕堂皇？郑南奎不一样，他就是为了快感杀人，爽而杀人。我为什么要杀人？因为杀了我很爽。我为什么要出门？因为我出门要去杀人，杀了我就会爽。
那他最知名的一幕呢，就是他每次去现场演练的时候，都会被大批的民众、遗族的家属咆哮。他每一次都会挑衅这些家属，有人在骂他的时候，他会怎样做事打人这样子。最经典的一幕呢，就是以下的片段：他在坐车然后离开的时候，记者问他说：“你没有话想要对死者说的吗？”然后他露出了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。权日勇先生对他非常印象深刻，并且直接的指明是他的职场生涯里面最深刻、最感到毛骨悚然的其中的原因呢。在访问他、在询问他每一个案子的细节、犯案过程的时候，完全可以看到他会回到他犯案的当下，表情是完全在回味的哇。然后我就吃下去啊，然后那血就一直冒出来，可以看到他完全在回味，沉浸在那个过程。对，好像跟他是在不同样的空间一样。他的眼睛仿佛看着那些被害者，他在行凶这样子。他说他可以看到他的快乐、他的愉悦、他的微笑。他说那时候他在跟他对话的过程里面，鸡皮疙瘩整个都会压起来这样。他现在是关在监狱里吧？他是在监狱里面自杀，他被判了死刑。有人就讲说他没有办法赢过杀人的快感对他的诱惑，所以他最后把他自己给杀了。他也想要杀人了，把自己给杀了。这整个案子里面，其中有一件我觉得还蛮悬的事情，他不是在清晨攻击了非常多女性吗？其中有5位女性是存活的，透过催眠去画了肖像，因为他们都是正面被攻击嘛，结果画出来的素描像去抓到的人是刘永哲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悬。他们两个其实长很像。没有，他们两个长得完全不一样。我刚刚不是讲到他有一个恶魔的微笑这个嘛，就有人事后去问那个犯罪心理学家说，他那个微笑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？权日勇是讲说，对他来说他是没有办法理解你们的，他的立场是会觉得说，我怎么样过我的生活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被你们批评指教，讲一大堆话啊？我过我的生活，你们过你们的生活，大家各自安好呗。所以他才会露出这种不理解你们的微笑，就是我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需要你们来批评我呢？这样子，我们之前做那个刘永哲案子，当初就有下标题，他是全世界被拿来研究最多的连续杀人犯嘛，这就是郑南奎他很气的地方。我才是真正的反社会人格，我才是真正的心理变态，为什么你们都要研究他？我觉得如果郑南奎他到现在都还活着的话，应该也是很多人会研究他。我觉得会。这个案子我跟喜娜之前一直要做，一直没做，一直要做，一直没做，就是因为他就是这么的零散，因为他犯的案子实在太多，然后跟刘永哲又有很多穿插的地方，相关于他的报道真的是比较偏少一点。我找到的大部分都是犯罪心理学家对他的评价。可是如果你对于连续杀人犯，特别是韩国这边连续杀人犯的犯罪心理方面有兴趣的话，绝对不能遗漏郑南奎这个人。他的小时候也一样的，就是有被性虐待啊，被爸爸殴打，然后被隔壁的叔叔强奸这样子，非常符合典型的连续杀人犯发生过的一些童年回忆。但绝对不是有做过这些事情的人就会变成连续杀人犯，只是比例会比较高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所准备的社会议题单元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拜拜。我们俩是发胖两人组，为台湾疯狂的发胖当中。你是先堵大家的嘴是不是？大家在那边留言就说你们俩好胖哦，我们俩说胖什么了？哎，好复杂这案子，你的鼻音好重哦，真的超烦的啦。